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上一次说好的联力 O11 Mini Air， 因为我的零件还没有到期，我在这边先讲一个垫档期的东西，也就是我的血汗钱甘苦谈，分享一下在我开始上传影片前，这7年多来我的电脑桌面配置。第一张是我刚出社会使用的电脑，主要是修我单眼拍的照片。那是 Asus E3 与 16G 的 DDR3 平台，在处理RAW 档算是游刃有余。那我的机壳甚至还是我高中组的电脑沿用的。那萤幕是 Dell 的 U2412N， 这是一个1920x1200的萤幕。那我当时除了预算外，还是考量16:10更接近相片的3:2的这个比例。我也是那个时候才大概了解 IPS 面板的优点。滑鼠键盘的部分，其实我至今对于机械键盘还是能感。那甚至是 MacBook 12这个臭名昭彰的键盘，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多排斥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只是拿个无线键鼠组来带过。时钟是翻页钟，1分钟翻一次，1天就慢1分钟，是个天天都要调整的机械钟。音响则是老家用的 2.1 声道组。那这个配置我一直就这样子修了上万张的照片，那也历经了各地的风景。那后来因为照片浏览的需求比较高，我买了 U2715 这个 4K 萤幕。在2015年踏入 4K 萤幕的我，第一次买超过26000的萤幕，才发现原来不同萤幕的色差竟然可以这么的小。但也为了 4K 的高解析度与 DP 接头，那加上当时被女朋友甩想要乱花钱，那我就买了一张 NSI 的 10606GB。不知不觉6年过去了，挖矿热潮竟然让这张卡的价格跟当初全新的差不了多少。不过显卡可以回去，但是青春与旧情人是回不去的。劝大家把握当下及时行乐，早买早享受，晚买显卡给黄牛坑啊。那后面是明信片，是朋友寄的嘛？那刚出社会工作后，聚会变得很少啊，一时不是很习惯，都要靠着明信片来提醒自己不是边缘人。那现在我没有贴，是因为大概80%已经习惯了这样啊，扯远了。回到硬体的部分，我键盘后来换成了 K780， 当时主要是为了平板架使用，我还蛮喜欢这个圆形的键盘的。那至今我还是买了一个放在公司在上班打字用的。那我也买了一个绘图板当做小小的兴趣经营，比方说我这个 YouTube 的封面就是我自己画的。那后来考上研究所，接触了 3D 渲染，4核心的 Asus E3 早就已经不符合渲染所需，但是当时 DDR4 刚上市也贵了。那我看到二手卖家卖了一台 Z620 的工作站35000，我就入手了。一个20核心 64GB 的记忆体可以说是让我大开眼界。系统工作站对于看不见的地方也非常的细心，尤其机壳内部的散热更是让我印象深刻。但渲染的当下就是一台人间暖气机，配上 Vega 56游戏表现其实也没有很好。那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，原来单核心性能跟多核心性能两者竟然可以差这么多。后来搬回去与父母同住之后，老家的空间比较小，那桌面深度不足，我的电脑萤幕就这样子悬空吊在后面。后来才研究了萤幕支架这种东西，也买了萤幕挂灯。这样子的产品真的是都市人小房间的救赎，少了萤幕底座与台灯底座，桌面空间瞬间多了一块，相当推荐给租屋族使用。那后来学校除了 3D 外，我还误入歧途，接触了更多平面与使用者经验相关的软体，也开始接触了 macOS 的系统，买了一台 Mac Mini，然后再带着 MacBook 12寸到学校去。基于研究室的桌面空间，我还买了一个34寸的曲面萤幕来体验。毕竟打论文这种东西，能够一次看2个文件就是开心，但也在心中种下了使用超宽萤幕的种子。毕业之后，我组了久违的电脑。那我自己是个 macOS 跟 Win 系统的双栖使用者，平台是 Z390 与 9700K， 然后再搭配 5700XT。内行人应该都知道我想灌什么系统，但我觉得现在苹果 M1 的晶片这么强，你就直接买 M1 就好了，不用像我当时那样子折腾。2年前呢，我离开了台北，搬到中部的小镇。
桌面大了又开始想东想西，买了2个24寸的双萤幕，机壳呢也是定期的更换，用过 Base 500与 Freto Design 的 Defiant 7 Compact， 那这个时候都还是 ATS 的范畴。后来我 ATS 玩腻了，开始组 ITS 的小机壳，这一组久久不能自拔。那经过不断的排列组合尝试后，换并换到最后，其实也渐渐了解自己偏好的是什么。那我就是喜欢 ITS，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目前剪辑影片的主力机配置。萤幕是三星 G9 这一款49寸的萤幕。玩赛车之痛快毋庸置疑，虽然我现在一周常常玩不到几次，但因为这个桌面的本体会影响到旁边化妆台的使用，所以我就把大桌子移到楼下作为拍片工作用。那自己买了一个100公分宽、70公分深的工作桌，这个书桌其实比我的萤幕还要窄。那我开放式的 ITS 机壳就这样子移到了曲面萤幕的后面。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挺纳闷的，一个用了好几十个机壳的人，现在却把电脑机壳藏在后面，实在是有点好笑。但不得不说，作为影片剪辑的主要生产力工具，目前这个配置其实也蛮满意的，也开始理解为何有人会喜欢 All-in-One 的电脑。那对于机壳的想法，我最后会再提到。主机的部分，那就是开放式机壳嘛。那安装的是 11700K 与 Z490 的平台，显卡是 6900XT。那技嘉这款6900 Gaming 已经算是这个开放式机壳用的上限了，再厚的显卡就不行了。我的 CPU 散热器是之前介绍的 2U 散热，但坦白说其实根本压不住 10700K。那我当时会选择这样子的散热器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电脑位于窗帘的旁边，我担心没有搞好窗帘会碰到风扇，所以用了这个 2U 的侧吹。那 U9S 与 U12A 这个我自己都用过，但因为太大了，我觉得对这个小机壳凸那一块感觉不是很好看，因此我换到了 L12S。 这一款风向是反转向上吹的，所以就算我的窗帘碰到我的散热器，也不用担心会打到散热。但是12公分的风扇会跟主板的 VRM 散热器碰到，所以我用了法圈固定小小的9公分风扇，那一定会影响性能。不过 L12 的 S1 版本它就是用9公分，所以我想这个影响也不大。毕竟这总比6公分的 2U 散热器好就是了。那另外我在这一台装了2颗 M2 与2颗的 2.5 寸硬碟，共计 6TB 的 SSD， 搭配6900与 10700K， 在影像剪辑我相当的满意。那萤幕下你可以看到手机的无线充电座与3条延长线，用 L 型的 USB 延长线从开放式机壳这样子接过来，一个是滑鼠的接收器，一个是 S-Bus 的接收器。那最后一个给读卡机使用，平常我就压在底座下面，有个缝隙刚好可以滑动。那我的小喇叭是放在立柱的两侧，使用 T30 这个简单的双单体的喇叭。但至于为何我没有用萤幕支架呢？当然是因为这个萤幕实在是太重了，我有买一个装上去非常的不稳，所以作罢售出。加上这个萤幕底座是 V 字形的，坦白说我键盘也不大会被挡到，所以我就继续用了。滑鼠是 NXMaster 3，那我有买过1代，那用到橡胶发黏了才卖掉。这个系列已经到了第3代，已经相当的成熟了，无论是外观或是体验我都很满意。那键盘是 Craft， 那这个旋钮其实我只有在修照片的时候会用，难怪后来出了一个没有旋钮的版本。我也买了一个在楼下使用。那两者基本上没什么差别，那就记得背光容易没电，记得要关这样子。最后是萤幕挂灯，也就是我之前讲过的 Screen Bar Halo。那上面的视讯镜头是 Stream Camp， 那我会选择这一款单纯只是因为这个布面的外观材质我蛮喜欢的。最后讲了这么多，我有提到机壳其实一直是我最重视，也是本频道最常讲的零件。那在购入超宽萤幕后，躲在曲面萤幕后面的开放式机壳却成为我的主力机选择。在我看来，机壳一直都是为了配合零件而生的，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需求。好比以后如果高阶 APU 越来越多的话，无显卡的机壳一定会越来越多。那现在垂直机壳的增加，也是因为对于桌面空间的需求与显卡越来越大而诞生的产物。那我自己觉得唯有多方尝试或是查询，你才能更加了解使用上的差别。那以上是我7年来的主力机的桌面分享，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。那我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